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念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7季第2集。本该是一个美好的清晨，然而打击声吵醒睡梦中的辛妈，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她捂住耳朵，也无济于事。反观丈夫倒是睡得挺香甜，甚至打起了节奏。一家人决定起床看个究竟，原来是工人们在建造邮票博物馆。现代人谁还用寄信这种落后的联系方式呢？辛巴暂时不屑一顾，对于未经他们允许就在旁边修建，辛妈也是大为恼火，每天敲敲打打，实在是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。辛妈提出他们必须要阻止这个入侵者。看着被噪音毁掉的果冻，辛巴对邮票博物馆恨之入骨，于是乎辛普森一家就开展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。辛巴自绑挖掘机、小星盘钻头，辛妈钢夹灭火车，以上好歹属于物理伤害，最致命的还是精神攻击。辛巴的夺命比基尼直接让见过的人精神失常。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他们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成功，朋友们都来恭喜这个胜利者，而博物馆也将改建在春田镇的墓地之上。与之相对的，墓地将会搬来这里。要不怎么说总往好处想的人活得快乐。辛巴就对辛妈表示，以后自己死了，他在家里的各个地方都能悼念自己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搬家自然比重建要省事多。没几天，墓地全迁了过来，就连树上的乌鸦都被搬了新家。为了符合墓园的诡异气氛，还故意在大门的荷叶上来了2滴芝芝油，可谓是1:1绝对还原。夜幕降临，有那味了。墓地迁到自家旁，最大受害者就是窗户正对辛小妹，这可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，尤其是旁边还有一位专长下羊的哥哥。能想象到妹妹脑子会被僵尸先行吃掉，也许对于小新来说是一件不错的事。不过辛小妹对于他这种小把戏已经无感了，她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这种东西。小新却没有停止自己的恐怖演说，表示僵尸最先吃掉的就是不相信他存在的人。辛小妹不想再忍受小新的分化，直接强行把他赶走了。锲而不舍小新还想趴在窗户上再试试，这真的是让辛小妹无语极了。虽然对小新举动无动于衷，但看到那些投影在墙上的枯枝还有恐龙，还是让辛小妹跑到了爸妈的床上。辛爸辛妈默许她的行为，不过辛妈也表示她不能养成习惯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辛小妹一脚把辛爸踹到了地上。辛妈再次表示她应该独自睡觉了，还说连小新都没有在半夜哭泣了。好吧，事实证明那不会是辛爸拔了传声器的电池。不管怎么说吧，辛妈还是希望今天晚上她能够自己睡觉。辛爸也为了鼓励女儿，表示只要她明天自己睡，他们就会满足她一个愿望。听到老爸这么说，辛小妹就把想去邮票博物馆提了出来。在车上耽搁了40分钟，辛爸抱怨这路程着实有点远，而且居住在此的兰尼竟然靠着收停车费还小赚了一笔，真是自己断了财路。博物馆陈列的邮票古老而富有趣味，还有做成邮票样式显示屏，为来客讲述邮票主人公的卓越成就。里面还有辛小妹读过的第1本书《野兽家园》的主题邮票和动画短片。从前有一个不听话的男孩，饿着肚子就被赶去睡觉，在梦里他看见了很多会说话的食物，他们纷纷汇聚到他的身边供他食用。动画就以小男孩吃了一口大虾落下了帷幕。回到家之后，意犹未尽，辛小妹又开始看《野兽家园》，然而窗外的电闪雷鸣打断她的兴致。在这样风雨交加夜里，还有一个人正在工作，此人就是红发威力的表哥白发比利。他从事挖墓这项工作已经30年了，从没有活埋过任何一个人。事实证明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就算有活人被雾霾，也会被他打死。年轻小女孩怎么会见过这样的画面？于是在辛爸辛妈回家之前，她又跑去他们的床上待着了。正在床上发抖的辛小妹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忙缩进了被子里。恰好见的辛爸辛妈正议论着别人，辛小妹又重新探出了头，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背后说人坏话。显然辛妈并不想跟辛小妹讨论成年人之间的交往，她只想让眼前这个小姑娘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但是辛小妹显然很抗拒，那就只能用另一个办法了，由他们去睡一晚辛小妹的房间，这样也许就能证明没有什么好怕的。谁知道这2位成年人相加胆量也不怎么样，一只乌鸦就能够将他们吓得瑟瑟发抖，更何况亲眼见证了一场谋杀。最终他们与女儿又相聚在了自己的卧室，唯一能够拥有独立空间的可能就是小新了。他的房间确实看起来很安全，可惜辛爸给他做赛车床，刹车坏了。此时正在卧室里乱撞，霸占父母房间。辛小妹并不想睡觉，她伙同老爸看起了电视。就在这时，小新驾驶他的车辆也来到了卧室。被困意扰的精神脆弱的辛妈觉得是时候寻求专业的帮助了。第2天，辛爸辛妈就来到了专门治疗精神的医院。医生咨询他们在辛小妹童年是否得到充分照顾。辛妈有些为难，确实没有，她都是
自己照顾自己。带的影像也显示他照顾自己的本事与生俱来。医生表示，唯一解决他恐惧的办法就是重新让他有被重视的感觉，同时提供了一套昂贵的疗法，能让他重新变回儿童。暴力能够解决一切的贫穷。辛巴一把夺过那本价值$4000的书就跑了。与此同时，辛小妹也意识到了自己不能再依靠父母了，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克服心底的恐惧，那就是在墓地里待一个晚上。谁知道她刚一进去，大门就被锁上了。后悔已然是没有什么用处，她放走能唯一带给她安慰的狗子。从现在开始，她必须独自面对夜晚的墓地。虽然里面不止她一个活人，自我暗示对于此时的辛小妹来说，无疑是杯水车薪。正当她神经高度紧绷之时，不远处的巡警采断了一截枯树枝。在这样紧张的情绪中，外界声音被无限放大，再加上原本探查情况的光射到了猫头鹰，使得他朝辛小妹就扑了过去。这下他什么都顾不得了，一股脑就往前冲。谁知道竟然闯进灌木丛，里面栖息成群结队蝙蝠，又把他给吓了出来。四面楚歌辛小妹不小心踢到了石头，毫无防备之下，头撞到了身后的墓碑之上。短暂清醒之后，陷入了彻底昏迷。回到家中，辛爸辛妈没有看见女儿，只有小新一个人歪在沙发上喝可乐。得知辛小妹跑到墓地过夜，辛妈很不满意小新的无动于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闲心看卡通。无奈之下的辛爸辛妈只好到墓地寻找女儿，可惜已经昏迷的辛小妹根本听不见父母的呼唤。梦境中的她正在不停地往下坠，她第一个梦见的是奶奶的怀抱，可惜紧接着她就发现那不过是一个魔鬼，然后她被扔进她的嘴里，接着往下坠。第二个站点是一张蜘蛛网，那是蜘蛛小仙陷阱，让她见老公蜗牛眼镜仔，看着那由粘液构成的房子，还有她与自己共度余生的眼镜仔，简直比刚才那个梦境更可怕。紧接着她坠落到此行的最后一站野兽家园，她被一群可怕的怪兽包围了。然而此时的她已然是退无可退，就在她趴在地上努力让自己不害怕时，那些怪兽突然温柔地抱起了她，并且对她说，你只是一个8岁小姑娘，有时候感到害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但是辛小妹觉得以自己的聪明不应该害怕。怪兽轻声笑道，害怕与聪明与否是没有关系的，还安慰地摸了摸她的头发。事实上他就很怕老婆，因为交配完毕他就会吃掉自己。不过他老婆表示他的兄弟就不在意这个问题，这些安抚之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辛小妹觉得自己不会再害怕这些看似可怕的怪物了，因为他们满怀善意且有趣。但是他还是很害怕窗外的墓地。怪兽告诉他没事的，只要拉上窗帘或者点个小夜灯就好了。正当他向他们抱怨着辛爸觉得夜灯太贵的时候，蜗牛眼镜仔又出现了。辛小妹觉得自己已经好了，话音刚落他就飘了起来，那是回归现实的象征。他告别他的怪兽朋友们，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还有一只分离的大喊，只要得了脑震荡就会再次相见了。天空已经稍露晨曦，辛爸和辛妈已经找到了墓地中的辛小妹，他们十分担心昏迷不醒的她。辛爸甚至表示他醒了就买一只小马驹给他。听到这里的辛小妹醒了过来，谁知道辛爸明显想赖账，想让辛小妹以为自己还在做梦。在妈妈的怀抱中，他也不想计较太多。一家人就这样离开了墓地。一场因修建邮票博物馆而引发闹剧，揭示了很多社会中普遍存在人性问题，比如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，为了生活舒坦可以恶意重伤无辜之人，为了能够白嫖甚至可以随意害人性命。不过最让人怜惜的还是辛小妹，因为家人的无知无畏，她成为了这场闹剧中唯一的牺牲者。可她又是那样坚强，就算无助与恐惧充满内心，却依然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。是否真的太懂事孩子没人疼？本集中的辛爸辛妈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从小到大，辛小妹都是那个被关注最少的孩子，小心调皮，小心还需要被时刻看护。没有父母疼爱的她，从小就得学会照顾自己。她拥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稳重，代价却是永远失去了任性权利。过于懂事孩子已然成为了一个小大人，而没有父母会过分在意一个大人的感受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，他已经具备了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。所以辛小妹第一次请求和父母同时睡时，得到的不是贴心的安慰，而辛妈下达的第二天就必须自己睡觉的命令。在懂事的孩子心里，拥有的是比其他孩子更加丰富的世界。父母应该让他们敞开心扉，表达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把孩子面对困难托付给他心中的伊甸园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